明明集均播放才2000万，却是鹅厂2023年唯一热度破3万的剧。梦中的那片海虽然数据普通，却拿奖拿到手软。Hello， 我是小乔，今天是解读100对影视 CP 的第11期，肖春生、童小梅。在我看过的年代剧里，梦中的那片海绝对是甜度超高的一部剧。虽说前期女主戏份不是很多，但两人后期细水长流的爱恋真的比喝了蜜还治愈。春生和小梅的第一次相遇，其实是一场灵魂的初见。两人常常在被封存的书库里读书学习，却始终未曾谋面。而肖春生从他常翻看的那本《护理札记》里，就已经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孩心生好奇。《护理札记》是南丁格尔写的，也是全世界护理学真正的开山鼻祖之作。它不是小说，就是一本讲怎么科学照顾病人、怎么把人护理好的专业笔记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本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冷门的，所以把这本书放到剧里，其实是在隐喻小梅是有理想、内心有大志向的人设，而不是普通的小女生。而春生将书里夹着一枚带 M 的专属书签给顺走了，划重点，这个书签可是关键的伏笔，也属于两人未见面的定情信物。而肖春生当做回礼，又加了张纸条当书签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书库就是他俩的月老办事处，人还没对上呢，红线早就悄悄系上了。可毕竟两人是官配，早晚都得见面。你好，我叫肖春生。你好，童小梅。看小梅的面相就知道她的性格比较文静，而他第一次看肖春生的眼神干净又清澈，还带着浅浅笑意，不难发现那时的他就已经对肖春生萌生了一丝好感。后面他们在街边吃糖葫芦时，肖春生当着大伙面说起他在书库遇到的陌生女孩，还详细说了遇见的过程和他心动的感觉。而小梅立马确认那天在书库救她的人就是肖春生，所以从这一刻小梅便彻底动心了。换做普通言情剧的套路，一定会顺着双向奔赴的逻辑走，但编剧却玩了个错位的高招，让肖春生在冰场上对贺红林一见钟情。当然，这动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书库女孩的影子，把那份朦胧的好感错付了，所以肖春生才会孔雀开屏的追贺红林。可他不知道自己开错了地方，我觉得这个设定特别真实。对于青春期的男生，最容易被热烈、张扬、有生命力的女孩吸引，而贺红林就是那团火焰，并且他在贺红林身上看到了打破枷锁的欲望，这也是肖春生内心深处的投射。反观童小梅，她却一直在退。她明明知道肖春生就是书库那个男孩，却选择隐瞒，因为那时候春生喜欢贺红林。他如果这时候跑出去说我才是和你灵魂相通的人，不就成了用美好的回忆去绑架别人的感情吗？而他要的是肖春生发自内心的爱上他，而不是爱上一个符号或者旧梦，所以他就默默当一个暗恋的守护者。虽然当时春生和红玫瑰正处于热恋期，但在第8集的一个镜头里，导演就暗示了谁才是他人生路上真正的同路人。当时8个年轻人在并肩骑车，在画面中肖春生和小梅靠得很近，而贺红林反倒挨着叶国华。这种把爱错人与对的人在身旁却不知道的宿命感直接盯死了。在18集，肖春生为了救叶国华，义无反顾替他踩了地雷，结果自己被炸成重伤，而脊椎里有2枚残留的弹片压迫了他腿部的神经，导致他双腿瘫痪，站起来的可能性不大，就算回北京做手术，风险也极高。这也代表他永远失去了当军人的梦想。偏偏这时候他父亲也去世了，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确实是惨到了家。可这时候他的女友贺红玲却在纠结自己的未来和事业。他来看春生，我不否认他眼神里没有心疼，但更多的是犹豫和权衡。当他知道春生可能站不起来的时候，他第一反应是怕被拖累，动了想分开的心思，但又不想耽搁绝情的名声，就用那种无奈又为难的样子，一步步逼着肖春生主动提分手。站在贺红林的角度看，这也不能说全错，毕竟人性的自私有时候就是这么现实。再看小梅，在春生腿受伤后，她不仅在忙前忙后的照顾，并且放弃了当医生的大好前途，申请复员陪着春生回北京做手术。这里你要是只看到感动就浅了，其实小梅不是单纯的恋爱脑，她是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选择了爱的人。当然小梅也没有趁虚而入的算计，她选择回到北京给她联系医生做手术，帮她做康复训练，甚至为她学习针灸推拿。她做的这一切只是单纯的想要肖春生能够站起来，所以对比贺红林的空话，小梅全是实打实的付出。当然小梅所有的付出和照顾她全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并且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，我认为他早就对小梅动了心，只是嘴硬不愿意承认。站在肖春生的视角，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说实话，身边的朋友没几个真心陪着他的。还有回北京的路上，他甚至还抱有一丝幻想，希望贺红玲能来送送他。结果火车上出现的却是小梅，那一刻他眼里又惊讶又动容，眼眶瞬间就湿了，也让他在绝望里一下子看见了光。当别人只会逼着他必须站起来，以后能不能变好，有没有用处时，只有小梅清清楚楚告诉他，你不是废人，你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。还有，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，回北京做手术，你就能站起来了。这句话狠狠治愈了破碎的肖春生，也是从这一刻开始，肖春生的心慢慢彻底偏向了童小梅。但因为自卑，春生觉得自己配不上小梅时，我们堪称人间最清醒的叶芳上线了。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他那样的吧，这是事实。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。我宣布他俩结婚，叶芳必须全程做 C 位，还不用随礼，因为叶芳真的是春生和小梅的神助攻。一开始是他牵线让两个人认识的，再后来肖春生因为自卑懦弱，不想拖累小梅，对着小梅大呼小叫，发脾气，用愤怒推开她时，也就只有叶芳看得最通透，一针见血点醒他，主动往前推了一把。小梅为了帮春生治腿，费尽心思拿到的进口治疗仪，转头就被李上游带人围堵欺负，但小梅却没有怂，死死趴在仪器上护着。而肖春生接到小梅被欺负的事，二话没说，直接拄着拐杖就赶到现场。虽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能跑的肖春生，即便拖着一条残腿，但护妻的样子还是很霸气。当然没有啥事儿是打架解决不了的。而肖春生被李上游一脚踹倒后，看着混混们围着小梅想要抢仪器的时候，肖春生在没有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，靠着自己的意志力竟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。小梅眼睛一下就亮了，因为她是一名未来的医生，她比谁都清楚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。这个时候，旁边的混混们还在煞风景地对他俩拳打脚踢。虽然警察很快就把混混都抓走了，但这短暂的几秒像不像一个隐喻，就是管他外界狂风暴雨。在这一刻，这对新人的世界里只剩下彼此。经这事儿，肖春生彻底开窍了。虽然没说什么我喜欢你的正式表白，但刚才被混混狂揍而他护妻的行动，已经确认了彼此就是这辈子要守护的人。在春生腿好后，有一次在小梅家，他无意间看到那本护理札记，还有书里他留下的书签。这一刻他才知道，心里那个精神寄托居然一直在自己身边。注意看春生发现真相时的表情，不是原来我搞错了的惊讶，而是一种原来如此的释然和懊悔。其实我认为在春生的潜意识里，早就把小梅和那种灵魂共振的感觉联系在了一起，只是他缺一个实证而已。接下来春生带他回到老书库，讲了当年相遇的情况后，顺势开始深情的表白。我最近经常在想啊，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会追她吗？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？可是人生没有如果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晚。兜兜转转，原来一直是你。现在他们双向奔赴的结局终于圆满，往后余生只有甜蜜了。我感觉编剧故意设计的这个错位视角，简直是全剧神来之笔，让肖春生彻底明白谁才是他这辈子最离不开的人。想想肖春生年少那点心动，本来就是场误会。他心里藏的白月光，明明是书库里偶遇的那个女孩，结果阴差阳错把贺红玲当成了那个人。就算后来知道真相不是这样，他的确被贺红玲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而吸引，也真真切切喜欢过她。但这份喜欢说到底不过是乍见之欢而已。我觉得要说爱的话，应该是达不到的。而童小梅就不一样了，从来都是安安静静陪在肖春生身边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，也不刻意讨好迎合。在肖春生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他默默在一旁看着，等他摔到底最落魄的时候，他却拼了命的护着他。也正是因为有了对比，肖春生才彻底想通，一时的心动喜欢永远比不上长久的陪伴深爱。那个让他安心舒服，永远不放弃他的童小梅，才是他生命里真正的归宿。
好了，今天这对 CP 就解读到这儿。你觉得春生和小梅的感情是不是你心中年代剧 CP 的天花板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，我们下期见。